時隔23年，G7峰會又回到了法國埃維昂萊班。G7峰會之後呢，7國一起發布了9項聯合聲明，涉及烏克蘭危機、中東局勢、關鍵礦產等全球熱點問題，對外營造出西方盟友步調一致、團結合作的假象。但揭開這層和氣外衣之後，就可以看到這次峰會實際上暴露出西方陣營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個中東局勢啊，是本次 G7峰會的主要議題。2月28號呢，美以聯合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以來，這個地區衝突已經持續了3個多月的時間。那麼在此期間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一度就被封鎖，從而呢導致國際油價大起大落。6月15號呢，峰會開幕的同時，美伊雙方達成了一份14項諒解備忘錄，使得這場持續已久的衝突就暫告一段落。那根據這份框架協議呢，美伊雙方會把這個停火期延長60天。霍爾木茲海峽呢會全部的恢復通航，在60天內呢不收取船舶的通行費。美國呢會解除對伊朗的相關制裁解冻伊朗被凍結的海外資產。那麼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呢也會回到伊朗進行核查工作。那麼6月17號美伊雙方領導人分別完成了文件的簽署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在凡爾賽宮完成了簽字流程，伊黨領導人呢則在本國獨立簽署了文件，並通過官方社交平台發布了這個協議的內容。原定於瑞士舉行正式聯合簽字儀式卻被取消。有消息說伊朗國內呢對於協議的部分條款仍存疑義。那特別是這個伊朗呢核計劃後續落實細則方面，雙方呢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那整個美伊談判都是由美方主導的。在峰會期間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會晤了中東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從這個協議的條款敲定到簽字流程的安排，歐洲國家呢完全就被排除在核心的決策圈之外。G7呢聯合声明當中英法兩國只分到了牽頭組建多國護航艦隊負責霍爾木茲海峽商船護航以及呢航道的掃雷監督的任務，本質上只是後勤工作並沒有觸及到中東事務的核心的問題。那麼其他的G7國家呢也跟着美國呢一起改变了对伊朗的这种制裁的政策，在聯合聲明當中對美伊協議表示了支持，但是這只是對美國既定外交成果的被動認可，並不是盟友之間協商之後達成的共識。那麼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博弈當中，歐洲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旁觀者，而對於俄烏衝突的問題之上，美歐之間戰略上的分歧更加的明顯。峰會呢就在召開前一周，英法德3國與烏克蘭一起發布了聯合聲明，提出了5項和平底線，要求俄羅斯立即全面停火，以目前的雙方軍事接觸線為談判邊界，不承認武力造成的邊界變更。那停火之後呢，給烏克蘭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個安全保障，並部署多國的維和部隊，凍結俄羅斯的海外資產，那直到俄羅斯完成戰爭賠償。那麼所有有關歐盟、北約的俄烏談判內容都必須得到所有的成員國的同意。那該方案的目的它很明確就是讓歐洲在俄烏談判當中掌握話語權，並提前堵住美國繞開歐洲直接和俄羅斯交易的這種可能。但是峰會現場關於俄烏問題的討論只進行了75分鐘烏克蘭參會代表的參與度顯然是很低。那麼我們注意到7國呢都在聲明當中聲明加大對烏克蘭的防空武器、遠程打擊武器的援助力度，並且要加大對俄羅斯的油氣制裁打擊俄原油影子船隊。但是呢，雙方的核心訴求相反。美國認為伊朗局勢要降溫了，所以呢要重新啟動之前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計劃。整體戰略思路就是盡快從俄烏衝突當中退出來，減少自己的戰略消耗。那現在呢，美歐之間的这種矛盾已經不再是口頭上的争執了，而是落實到了具體的行動當中。那今年5月呢，德國公開批評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這種外交失敗美國的國防部呢就宣布
要從德國撤出大約5000名的驻軍。那麼2026年呢，美国國防戰略報告呢，把這種戰略優先級呢就分成了3個等級啊，本土防禦和亞太地區布局排在首位。那麼歐洲呢，不再成為美軍主要部署的区域了啊，并且呢，美国要求啊，这个北約成員國呢，把國防開支佔 GDP 的比例提高到5%，那也就是要求歐洲自己承擔啊自己的這個防務安全。那麼對於美國的這種戰略的疏遠，歐洲也做出了強硬回應。歐盟呢啟動了總額為1500億歐元的防務融資機制，撬動8000億歐元的整體防務開支，全面推動歐洲自主防務建設。那麼加拿大也成為了第一個加入該機制的非歐盟的G7國家。那英法德3國同時加快軍工產業的這個整合，以及呢聯合防空體系的構建。那麼今年呢，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呢，德國直接表示，跨大西洋關係出現了嚴重的裂痕。相關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將近20%的歐洲人呢，把美國就看作是對自己安全的一種威脅。那麼歐洲呢，已經完全不再依靠美國的這種安全的保護傘，而是在自主地規劃着自己的防務獨立之路。那麼因此本屆的G7峰會呢，最值得關注的並不是9份措辭一致的聯合聲明，而是在聲明之後7國各自盤算的這種戰略意圖。那麼從冷戰開始到現在的G7的這種價值觀同盟已經瓦解了，現在的7國集團只剩下為了短期利益而進行的鬆散的合作。美國呢一心一意的在中東外交上取得成果，並且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歐洲呢則不得不加快自己的這種防務自主的進程，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那麼7月份呢，在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將對美歐之間的脆弱的盟友關係進行一次考驗。那麼這種關係還能夠維持多久呢？好了，感謝收看本期的謝飛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